为什么童锦成他就不会被捞呢 ？OK， 这个事儿兄弟们都知道吧？大部分人都在讨论这个女的捞，这个女的不 OK， 但是焦哥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捞捞的手段在童身上失效了？为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都不管用呢？因为童他是创一代的情感逻辑，但是大部分兄弟被捞呢，他都是活在了富二代的情感幻想里。什么是富二代思维啊？我给你们讲一下，其实就是3个点。第一 ，money 来的不够苦，或者说他完全是踩中了风口赚到的这个钱。第二个呢，就是情感上他长期的都是匮乏的状态，或者说他的情感就是一直没有得到那种深层次的精神滋养，懂吧？还有就是第3个了，就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总觉得爱情是可以用 money 换来的，是可以用 money 去换安全感的。OK， 这3个特质呢，就正好满足了富二代思维。人傻钱多嘛，还单纯，对不对？不管你是创一代还是真的富二代，只要你有这3个思维，就是我所讲的。很多兄弟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误区，真的，你们会以为 money 越多的人就越容易被女人惦记，是吗？让我告诉你们，被捞的最狠的都不是最有实力的。你们看这个故事这个案子里面，是不是童根本就没有给他花什么钱？那这个女的能够为他怎么样？其实大部分的女人真的是不需要通过 money 去拥有的，因为真正有实力的男人都是像童这样的创一代逻辑，底层拼出来的，见过丑恶，吃过 shit 不仅非常的精明，对人性掌握也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创一代思维里永远都有一句话，我有 money， 但是我永远不可能给你白花。对于这个的话，我想给你们总结3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 money 只是工具，而不是自身价值的证明，好吧？第二个，能够想要长期跟你绑定关系的女人，她必须得是听话的，而且能够跟你共进退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索取者。第3个，所有的关系都是筛选，而不是讨好记住，这个才是创一代的思维，才是正确的一个创一代思维。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童是祖师爷，所以他身边不缺女人。其实像童这种性格的创一代身边永远都不会缺女人的，他们也不会为了任何一个女人的失控或绑架而去给这个女人加码。像我们的王校长，他就不一样了。王校长当时被曝光的时候，他可没有那么勇猛他最勇猛的一句话就是撑过明年我就有钱给你了。这个他就是富二代思维，就是从小对感情的渴望其实存在在一种幻想里的。我知道有很多兄弟就算他不是富二代，他也会有这样的思维，因为这个思维叫富二代思维，并不代表你一定就是富二代，知道吧？那这类型的兄弟呢，其实大部分呢嘴上还不愿意承认，会觉得说，哎呀，我有点 money， 我给他花点又怎么了嘛？她毕竟那么漂亮，对不对？人家还正青春陪着我呢，她又温顺又听话。喜欢抱金币的兄弟，你们是这么想的吧？所以只要你们遇到了一个会撒娇、会示弱、会提供一点点情绪价值的女人，你们就会守不住自己的防线了。她要啥你给啥，她说什么你就听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兄弟？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人性的恶，你没有见过底层的女人，你不知道她向上择偶是多么的不择手段。焦哥做这个账号并不是说希望有什么搞什么男女对立，我是希望所有的兄弟们能够在感情路上，在事业路上能够更加的顺利，能够更懂人性，能够通过自己的内核稳定去创造属于自己世界的真正的美好。所以经历这个东西说实话钱是换不来的，要么呢你就自己一个一个的去踩坑，要么呢你就好好给我搞提升，把你的内核给我提起来，你没有其他路的，知道吗？就像童锦成，他不会被捞是他头铁，也不是说运气好，而是他的思维习惯，他的结果框架是在帮他的。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从聊天记录里面也能看出来，他的工作室呢也说过一句话，就是他从来不会在付费关系里面去确认感情他每一个女孩在第二天早上他都会给那个女孩干嘛？转一笔账，只要这个女孩收了的，他永远都不会跟这个女孩确认感情他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一段关系靠付出的 money 维护了，那这段关系它就不干净了。所以他不会用 money 去换陪伴，也不会用资源去换好感，更不会用付出去换所谓的安全感。OK， 还有就是第二个，
就是他对于女性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在创一代眼里，女人只有2种身份，一种是能够绑定一生的，能够进入到婚姻的，另一种呢，就只能存在于当下关系。这2种身份是一定不能混淆的，能明白吗？很多兄弟把这2张身份牌搞混了，对短暂的快乐产生了心动的错觉，然后搞不定呢，就只能来我这儿了。我确实有这个能力帮到各位，但是有的兄弟呢，他就听一半学一半跑了。那焦哥就只能告诉你，靠你自己琢磨，靠你自己去踩坑呢，有可能你要踩到40、50岁。女人的思维是很难凭你的一己之力去转变的，也很难凭你的一己之力去掌控的你必须得顺着那个风向去完成你的伟业。好，最后呢，我还想给兄弟们讲第3个点，非常重要就是童他不在女人身上找自己的价值，但是经常被捞的兄弟，或者说总是得不到女人的爱的兄弟，本质上他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是需要通过女人的反馈来证明自己是成功的，是值得被爱的。但是你看祖师爷，或者说看比较牛逼的一些创一代，好吧，他们的价值感一定是源于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内核稳定精神世界丰富，而不是源于女人，能懂吗？也就是典型的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祖师爷这个事儿其实背后还折射了第4个大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属于男性的一个分化了。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真正进入到创一代逻辑的这种男性和停留在富2代思维的男性，现在这2个男性已经不是同一个维度的生物了。前者在干嘛？在筛选人生合伙人，而后者呢，在永远幻想拯救灰姑娘，幻想自己是王子。这都不是钱的问题，是思维问题。就是你 money 赚再多，你认知不改变，你永远只能被女人拿捏。所以兄弟们，以后你不想当个傻大哥，那就听焦哥一句，重新去构建你的思维体系，不要逃避，也别嘴硬在焦哥这儿，你可以永远去展现真实的你自己，毕竟被捞不丢人，被渣也不丢人。但是你既不改变，也不解决，然后未来再反复出现类似的问题在你身上，真的哥们儿挺丢人的，人生都挺丢人的焦哥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或技巧，强者都会识人性用人性。我是焦哥，下期见。